往黃瓜裡面打入幾個雞蛋，不炒不蒸不油炸，瞬間就是一道好吃的美食。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首先我們來處理黃瓜。今天這個黃瓜我們不需要削皮，所以清洗這一步一定要仔細。黃瓜的表面撒上食鹽，下手把黃瓜的角角落落都揉搓一遍，然後加入多一點的清水，都淘洗2遍。食鹽可以摩擦掉黃瓜表面的灰塵、農藥殘留。經過這樣清洗之後，我們吃着也更加放心。洗好的黃瓜簡單處理一下，頭尾的肉質比較硬，我們一定要切掉1小節，然後再改刀切成斜刀片。黃瓜片也不需要切太薄，大約在2毫米左右。這裡我們一定要切均勻一些，然後再整理一下，切成均勻的小條，厚度控制在2毫米左右。如果切太細的話，很容易軟爛。切成視頻中這樣的大小，吃起來有脆嫩的口感，同時還方便入味。把所有的黃瓜片全部切成視頻中這樣，切好裝進大一點的碗中。準備筷子稍微整理平整，接下來把母雞剛下的蛋打在碗中，雞蛋的數量也不需要太多。今天我準備了4枚雞蛋，家裡有條件的我們最好挑選這種土雞蛋，因為土雞蛋的蛋黃看起來特別漂亮。接下來加入小半勺的食鹽調味，加入白胡椒粉增加香味，少許的白糖。準備筷子充分攪拌均勻，使黃瓜和雞蛋完美的融合。接下來加入1勺普通面粉，面粉也不需要太多，大約在10克左右就可以。再次攪拌均勻，使面粉完全化開，千萬不要接坨，不然的話會影響整道菜的口感。大約攪拌2分鐘左右，使雞蛋液、黃瓜、面粉完美的融合。接下來簡單的準備一些配菜，準備一個鮮嫩的西紅柿，去掉蒂部，在頂部打上14花刀。這一步的目的是方便去除西紅柿的表皮。把處理好的西紅柿裝進大一點的碗中，然後倒上100度的開水。西紅柿去皮的方式有很多種，用開水燙比用明火烤乾淨衛生。放在一旁浸泡5分鐘左右備用。接下來準備小把洗淨的香蔥，我們把香蔥切成稍微短一點的蔥花。全部切好装進碗中備用。接下來簡單調個料汁，碗中加入1勺蠔油，加入2勺生抽醬油，加入少量的松茸絲，小半勺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適量的清水，把調味料完全化開。大約5分鐘左右，現在的西紅柿也已經浸泡好了，很輕鬆的就把表皮給撕下來了。西紅柿皮不是不能吃，而是在煮制的過程中久煮不爛，就像塑料一樣。接下來簡單改刀，把西紅柿切成厚片，不需要切断，然後再轉過來切成小條，同樣也不需要切斷。最後立起來，把西紅柿切成小丁。今天的西红柿盡可能的切小塊一些，這樣方便炒出湯汁。全部處理好，裝進碗中備用。所有食材準備完畢，我們開始操作。起鍋加入菜籽油，油溫燒熱以後，把黃瓜、雞蛋液倒在鍋裡，用鍋鏟稍微整理一下，
使雞蛋液分布均勻，從而使雞蛋液快速的凝固。接下來分享一個小技巧，把火調到最小，扣上鍋蓋，利用鍋中的溫度把雞蛋液燜至定型，時間也不需要太長，大約在2分鐘左右。2分鐘以後打開鍋蓋，哇，好香啊！整個廚房都是黃瓜和雞蛋的鮮香味。稍微放動一下鍋，底部已經完全定型了。接下來準備一個鍋蓋或者是盤子，把蛋餅倒在鍋蓋上面，然後再倒扣過來。哇，蛋餅的顏色金黃金黃的，看着都特別有食慾。同樣的方法，用小火慢慢煎製，我們要勤翻動。在翻面的過程中，我們要注意不要燙到自己的小手了。喜歡吃香一點的，我們就多煎一會兒。這個時候的雞蛋液已經完全定型了，雞蛋、黃瓜也煎出了香味。因為蛋餅不會第二次回鍋，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煎熟、煎透、煎出香味，煎製成視頻中這樣盛在盤中備用。另起鍋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油溫燒熱以後，下入西紅柿丁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西紅柿炒乾水分，炒出香味。加入少許的食鹽，因為食鹽有很強的穿透力，這樣可以加速西紅柿炒出湯汁。大約翻炒2分鐘左右，現在的西紅柿也炒出了湯汁。接下來把準備好的料汁直接倒在鍋裡，開大火，把鍋裡面的湯汁熬至濃稠，這樣熬出來的番茄醬汁香味濃郁，色澤紅亮，比買的還要好吃，還要香。主要是沒有任何的添加，吃起來放心。把熬制好的番茄醬汁淋在黃瓜雞蛋餅表面，加入少許的蔥花點綴一下，同時增加香味。金黃色的雞蛋黃瓜餅搭配上酸甜濃郁的番茄醬汁，雞蛋軟嫩入味，黃瓜保留一點點脆感，番茄醬汁酸甜開胃，不用複雜技巧，不管是用來下飯還是當零食，大人小孩都愛吃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今天的視頻就簡單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